从学员到搭档，程毅和袁咏仪的10年，藏着表演行业最缺的东西。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这是程毅前段时间在寿谎开机仪式上说到袁咏仪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原话更长一点。他说，亮亮姐是他入行时的导师，10年前教他怎么演戏，10年后教他怎么在香港拍戏。说实话，读到这句的时候，我停了2秒。因为你想想看啊，一个已经是所谓顶流的演员，站在自己新戏的开机仪式上，第一个郑重感谢的是10年前一档综艺里指导过他的前辈，这个画面本身其实就已经把很多东西说清楚了。今天这期咱们慢慢聊，我不太想聊热搜，聊数据，聊那些你随便刷2条新闻就能知道的东西。我想顺着程毅和袁咏仪这段10年的缘分，聊一个更大的事儿，就是在这个特别讲究快的行业里，一个好前辈的引导，到底能给一个年轻演员带来什么？其实想想，这是个挺容易被忽略的话题。那咱们就一层一层往里包。先说你看到的那一层。事情的起点特别小。7月21号，程毅在寿谎片场给袁咏仪掀了一下门帘，就这么一个动作，直接上了热搜，相关话题阅读量5个亿，光程毅帮亮亮姐掀门帘这一个话题，微博上就2亿3。一个掀门帘的动作能炸成这样，你说夸张吗？有点，但你要说完全没道理，那也不是。说白了，大家不是在为那个动作激动，大家是在那个动作里看到了一个在流量至上的环境里特别难得的东西，一个人红了，但没变。不过你别急，这只是最表面的一层。我做这期视频真正想跟你聊的，不是这个动作有多暖，这种暖心细节每隔一阵就来一波，看多了其实会麻。我更好奇的是那个动作背后的东西，这10年他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我得往回捋一捋。第2层，媒体一带而过，但我觉得最值得说的那层。把时间拨回2016年，那一年袁咏仪去参加一档综艺1年级毕业季做导师，程毅呢，就是台下那批年轻学员里的一个，不是 C 位，不是话题人物，就是一个还没什么知名度的年轻人。然后接下来这10年你都知道了。2020年琉璃爆了，2023年莲花楼又是一个大台阶，一步一步他从那个台下的学员熬成了能独挑大梁的人。我要用熬这个字，因为这个真的是熬出来的，不是空降的。对了，这儿我得插一句行业背景，不然后面有个点你听不懂。这些年整个古装赛道有多卷，追剧的朋友应该都有体感。项目扎堆，同期撞车，观众口味又一直在变。就在这么个环境里，程毅去年一口气推了3部古装，《富山海》《天地剑心》《长安24季》。有媒体那边的角度是说，这几部成绩不如预期。但你要是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其实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一个演员1年能扛3部大古装的男主，这本身是什么概念？这说明制作方敢压他，市场认他的号召力。至于成绩，古装这2年整体就是个红海，同期那么多剧挤在一起，换谁来，在那个市场周期里都很难保证步步封神。这不是演员的问题，是整个赛道的节奏问题。而且你再看他紧接着干了什么，他没有守在古装这个舒适区里，他去接了寿谎，一部港风刑侦心理悬疑的戏，演一个心理学专家加见习督察的双面角色。为了这个角色，他提前1个半月到港，每周跟着警务人员出警，跟港大心理学系的教授聊犯罪心理，每天4小时粤语训练，动作戏还减了8公斤。你把这2件事连起来看，一边是赶在红海里扛产量，一边是马上主动去啃一块全新的更难的骨头，这哪是成绩不如预期能概括的？这是一个演员在主动往前走。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好，说回主线，我们包到第3层，这一层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跟你掰扯的东西，就是袁咏仪对程毅的那种引导，为什么这么值钱？咱们换个角度，从表演本身聊。
有意思的是，袁咏仪那代香港演员特别强调一个词，叫松弛。人得先松下来，角色才活得起来。这个背后其实有它的道理。你可以把表演想象成一个特别精密的东西，一个演员如果整个人是紧绷的，脑子里全是我这场千万不能演砸，那种神经的紧张是会直接反映到镜头上的。观众可能说不出哪里不对，但就是觉得有痕迹，觉得假。反过来，一个能真正放松下来的演员，他才敢去冒险，敢去即兴，敢在镜头前把自己交出去。那问题来了，一个年轻演员凭什么能松下来？这就要说到心理学里一个概念了，叫心理安全感 psychological safety。 凭印象说啊，这个概念最早是研究团队协作的，说的是当一个人确信我在这儿犯了错也不会被羞辱，不会被抛弃的时候，他才敢真正投入，敢尝试，敢发挥。你把这个套到片场，一个前辈收工之后不走，坐下来陪你分析剧本，跟你分享他几十年的经验。一个前辈愿意跟监制说这孩子值得信任，等于把自己的信誉压在你身上。这传递给年轻演员的信号是什么？是有人接得住我，是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演，我背后有人。这份有人接得住的安全感，恰恰就是松弛的地基。所以你看，袁咏仪给程毅的，从来不只是几句台词技巧，他给的是一种底气。而这种底气，可能就是一个演员能不能从演得对跨到演得活的那道坎。不过我得说句公道话，这事儿是双向的，前辈愿意给是一回事，年轻人接不接得住是另一回事。这个我不是100%有数据支撑啊，是我个人的观察。这个行业里被前辈提点过的年轻人多了去了，但真正能长成的是那些自己本身就够沉、够谦逊、够肯下笨功夫的人。程毅就是那种接得住的，你看他到现在红成这样了，每天还给袁咏仪准备他爱喝的冻奶茶，保持着10年前那个谦逊劲儿。前辈的好意落在一个这样的人身上，才真正长出了东西。这不是运气，这是他自己配得上。行，咱们包到最后一层，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程毅和袁咏仪这个例子，我越想越觉得它照出来的是整个行业的一个东西。这些年内地娱乐圈流行一个词，速成，快速出道，快速捧红，快速变现。可表演这门手艺，它偏偏是个慢活儿，它需要有人手把手带，需要传帮带，需要那种一代传一代的职业精神。你不光学怎么演戏，你还得学怎么做人，怎么在片场待人接物，怎么面对起起落落。香港电影黄金年代靠的就是这套师徒制，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好演员。袁咏仪本身就是那个体系里出来的，他把这套东西又传给了程毅。所以程毅这条路，我觉得特别值得被看见。他证明了一件事，慢不一定是坏事，走得稳的人最后往往走得远。他这一步一步走的是长远布局，不是抄近道抄来的热闹，是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东西。我知道我今天可能聊得有点重，有点像在上课哈，我换个说法。一句话讲完，程毅和袁咏仪这10年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个掀门帘的动作，是那个动作背后一个年轻人被好好带过，又把这份好好珍惜着的样子。在一个什么都求快的年代，还有人愿意慢慢熬，慢慢嗨，这份东西比任何热搜都珍贵。其实这个行业里一直有句老话，说的是演员这行先学做人，再学演戏。这话到底是谁最先说的，我也考证不出来，反正老一辈是这么带新人的。10年过去了，程毅有没有听过这句原话我不知道，但你看他这一路走下来的样子，先把人做好了，戏也就慢慢立住了。这句老话的意思，他算是用行动给活明白了。今天这期就到这。如果你也是从琉璃、从莲花楼一路看过来的，你觉得程毅这10年，哪一个瞬间最让你觉得这人值得？评论区告诉我，我一条一条看。咱们下期见。